1%，如果你用槓桿呢1%，足夠令你一個週末之後賬戶清零啦。好多人都以為市場最恐怖嘅時候係暴跌嗰一刻，但係真正恐怖嘅係，往往係你放低咗電話，過咗一個 weekend 翻嚟先發現規矩已經變咗啦。金嘅保證金由6% 升到去8%，表面睇嚟只係2%，但係一個高度槓桿、極度擁擠嘅市場，呢2%唔係調整係清場銀仲更加狠11% 直上15%添。而好多時唔使等足2% 㗎，槓桿倉位嘅臨界點過多1% 就爆㗎啦。再加埋一個名字 Wash， 一個提名改變咗市場對 Fed、對利率、對美元整個想像啦。亞洲時段金銀油Bitcoin 一齊插水，恐慌好似開始蔓延啦。但去到美股時段畫面就突然間反轉啦，指數回升啦，VIX 就回落啦，市場開始同你講冇事啦。問題係咪真係冇事呢？定只係風險換咗個地方匿埋呢？今日我就唔同你講升定跌啦，我想同你一齊拆清楚金銀大跌之後第二個交易日 Commodity、Bitcoin 同埋美股之間究竟發生咗咩事？因為市場最危險嘅時候從來唔係跌而係你開始覺得應該冇事㗎啦。第二個交易日一開始啦，市場反應得非常直接㗎，甚至可以話冇乜思考空間嘅。金價喺亞洲盤一度就跌到去$4400啦，白銀就再試低位，佢嘅期貨就最低見到差唔多71蚊左右啦。油價都同步下挫㗎，跌幅一度都超過5%，而 Bitcoin 亦都跟隨住風險資產被一齊掟走啦，最低都落到75000㗎。呢一刻市場唔係重新評估通脹啦，亦都唔係討論咩利率前景，甚至都唔係分析咩 Wash 有咩政策取向嘅，市場只係做緊一樣嘢，應付現實啦。因為金嘅保證金由6% 升到8%，銀更加由11% 直上15%。對於一個高度槓桿、極度擁擠嘅市場嚟講，意味住啲咩呢？呢個意味住唔係你睇錯方向而係你嘅倉位已經唔再符合新嘅規則啦。呢啲賣盤唔係因為有人突然間唔信黃金㗎，亦都唔係因為有人改變咗長線嘅睇法，更加唔係因為一夜之間世界經濟有咩翻天覆地嘅改變，而係因為規則變咗啦，而倉位走唔切啦。Margin call 唔係同你講故事㗎，唔會等你消化完消息，更加唔會理你其實我係長線投資嘅。佢只會問你一個問題：喂，錢喺邊先？冇，斬咗佢。所以你見到亞洲時段嘅下跌，其實唔係一場理性嘅投票嚟㗎，而係一次被逼執行嘅清算過程。價格就跌啦，唔代表市場已經諗清楚㗎，只係代表市場就被逼反應啦。但係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，當亞洲市場完成咗第一輪嘅清算之後，去到美股嘅時段，畫面就出現反轉啦，指數企穩回升 ，Russell 2000都上升啦。SOX 亦都反彈 ，VIX 仲回落添。睇啲評論就可能開始同你講啦，亞洲咧嚇親嘅啫，其實冇事嘅。但係問題就係真係咁簡單？如果恐慌真係消失，咁點解 commodity 仲未企穩嘅呢？點解油價又仲咁弱呢？點解 Bitcoin 仲未見到明顯嘅資金回流呢？又或者市場其實唔係放低咗風險，而係重新揀緊邊啲風險值得承受啦。因為你會見到資金開始回流嘅並唔係所有資產，佢哋揀嘅係流動性最好、最易出入，而且喺指數入面權重最高嘅股票。換句話講啦，風險都冇消失，只係集中咗啫。呢個時候 VIX 嘅下跌未必代表市場都好安心㗎，有時只係代表大家暫時都唔係好想俾 hedge 嘅保費。而歷史亦都話俾我哋聽啦，市場最容易犯錯嘅時候，往往唔係 panic 㗎，而係自我安撫啦。所以亞洲恐慌之後美股嘅反轉，唔係一句冇事啦就可以解釋晒嘅。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唔係判斷升定跌啦，而係拆清楚金、銀、油、Bitcoin 同埋美股之間而家各自代表緊啲乜嘢。
當然啦，有人都係會話亞洲時段客過咗龍嘅，美股升翻 VIX 證明都冇事，之前嗰啲只係 technical move 嚟嘅啫。呢啲說法唔一定係錯嘅，但係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，都係好想件事快啲完。問題就係啦，市場真係已經消化晒風險嗎？定只係將風險由波動轉移去集中呢？你而家見到嘅唔係全面嘅 risk on， 你見到嘅係資金回流美股啦，但係集中喺流動性比較高、權重比較大或者係容易出入嘅地方。commodity 都仲係弱㗎， Bitcoin 都仲未被信任，風險又冇走啦，可能只係改咗地址啫。呢個狀態對投資者嚟講，其實比 panic 更危險，因為 panic 嘅時候你知道驚啊嘛，但係而家你開始懷疑係咪真係應該要驚呢？所以要記住，指數嘅升未必係代表信心全面回歸㗎，呢個可能只係代表資金揀咗最安全嘅地方避一避嘅啫。所以而家嘅市場最大嘅挑戰唔係會唔會再跌，而係你會唔會太快幫佢定義一個故事啦。正因為咁啦，我哋而家睇金、銀、油、Bitcoin 係唔應該急住問邊樣會反彈嘅，而係要問佢哋而家喺成個市場結構入面各自扮演緊咩嘅角色。因為喺呢個階段睇錯角色往往比睇錯方向代價更大啦。所以我哋要知道問題唔係市場嘅走勢啦，而係市場嘅結構。如果而家嘅市場係一個風險重新擺位嘅過程，咁我哋睇每一樣資產就唔應該問佢會唔會反彈，而係要問佢而家喺成個市場入面代表緊咩嘅角色。我哋先嚟講講黃金。今次黃金嘅下跌唔係因為佢突然失去避險嘅功能，而係因為佢同高息啦、強美元正面衝突啦。當市場開始接受利率未必咁快回落呢個可能性，黃金嘅機會成本就會即刻被重新計價㗎啦。所以而家嘅黃金唔係冇價值，而係喺一個唔理佢嘅環境入面被逼調整位置。而去到白銀啦，係今次最容易令人誤判嘅一種資產。一方面佢有黃金嘅影子，另一方面佢又有工業需求嘅故事。而當市場由 panic 走向分化，白銀嘅走勢就會變得特別難明㗎啦。因為佢又唔單純係 risk off， 亦都唔會單純咁 risk on。而佢而家嘅狀態其實係市場都仲未決定要點樣去定義佢㗎。油價嘅弱勢啦，就更加反映嘅唔係供應問題啦，而係需求預期開始被質疑啦。當市場由通脹失控啦轉向增長會唔會放慢，油價就自然承壓嘅啦。呢個跌勢唔一定代表經濟即刻轉差嘅，但至少反映一樣嘢，市場開始對未來冇之前咁有把握啦。最後我哋嚟講一講 Bitcoin 嘅。每一次市場震盪啦， Bitcoin 都會面對同一條問題。佢究竟係避險啊，定係風險嘅資產？而今次市場嘅答案亦都好清楚。當流動性收緊啦，風險又被重新定價， Bitcoin 再一次被放咗喺 risk asset 嗰一邊。呢個唔係對 Bitcoin 嘅否定，而係市場對佢角色嘅一次確認。所以當你將呢啲資產擺埋一齊睇，你就會發現啦，市場唔係亂㗎，佢只係重新分配緊風險，同重新定義每一樣資產嘅角色。所以問題從來都唔係啦，邊樣會最快反彈，而係喺呢個階段，你有冇搞清楚自己其實係承受緊邊一種風險？因為喺一個風險集中、隨時未定嘅市場，睇錯角色，往往都會比睇錯方向付出更大嘅代價。所以去到呢一刻，我哋其實可以停一停，唔急住問市場會升啊定係跌，因為而家嘅市場唔係一個方向清楚嘅市場，而係一個角色重新分配啦，隨時仲未定型嘅市場。呢種市場對投資者嚟講，最危險嘅唔係波動啊，而係太快做結論啦。第一件事你要承認一樣嘢，而家唔係重倉壓住嘅階段。無論你睇好定係睇淡，只要你覺得今次應該好明顯，其實都要提高警覺㗎啦。第二，你要分清楚判斷同埋操作係兩個唔同層級嘅決定嚟嘅。你可以對宏觀保持保留，甚至偏向防守，但係操作上仍然可以保持紀律，慢慢入場，慢慢部署㗎。唔係因為你覺得安全，而係因為你接受自己唔可能每一步都睇得啱㗎。第三，喺呢個階段，比揀方向更重要嘅，
其實係控制好嘅風險啦。你承受緊嘅係利率嘅風險啊，增長嘅風險，流動性嘅風險，定係情緒嘅風險呢？如果你都答唔到，就代表你而家嘅倉位其實可能有啲過重啦。市場最中意做一件事，就係喺震盪過後同你講，其實冇咁嚴重嘅啫。但係真正成熟嘅投資者唔係因為驚而退場啦，亦都唔係因為安心而衝入去，而係知道啦，而家係一個需要耐性、需要節奏、需要自制力嘅階段。我唔知市場下一步會點行，但我知道喺一個布滿危險，同時又充滿機遇嘅市場入面，最重要唔係一定走得快，而係走得清楚啦。因為喺投資世界裏面，活得夠耐先至有機會行到最後嘅。市場而家唔清楚啫，其實好正常嘅。唔清楚嘅時候，最緊要係唔好做多，而係做清楚啦。如果你都想用呢種方式去面對市場，都記住 subscribe 翻我個 channel， 我會繼續同你一齊慢慢行呢段滿布風險同埋同時充滿機遇嘅道路㗎。我係飛俠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